还从小就嚣张跋扈惯了，所以当女孩回归豪门的第一天，贾千金自导自演一场坠楼戏码。脑残哥哥们连问都不问就把矛头指向女孩时，穆婉婉看着要求她道歉的大哥，忍不住嗤笑一声：“道歉是吧？”他猛然抬手，纤细的手掌重重拍在桌上，只听咔嚓一声，坚固的大理石桌面应声碎裂。我要真想动手，你们以为还能站在这里护着她？我早就把她折成2半，塞进行李箱了。穆婉婉收回手，漫不经心地扭了扭手腕。还有别的事吗？没有我就撤了。实在闲得慌就去看看监控，那么大个摄像头杆在哪？难道是用来当摆设的？别动不动就搞什么兄妹情深那套，看起来就恶心。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一女3男有什么特殊关系呢。说完，穆婉婉转身径直走向别墅大门，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沉重的实木大门被她随手一甩，直接散架。客厅里，穆家4人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难看到了极点。穆良心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哥哥，你们听见了吗？姐姐说要杀了我，还要把我装进行李箱。”然而这一次，3个哥哥没有立刻安慰他，他们的目光在破碎的桌子和散架的大门之间来回移动，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与此同时，刚走出别墅区的穆婉婉却后悔了。她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心中一片茫然，她身无分文，无处可去啊。过去跟着妈妈们，她从未为生计发愁，自然也没想过存钱。如今真是虎落平阳了。系统，我缺钱。她在脑海中呼唤，萌萌的声音带着一丝无奈：“宿主，我只是个系统，没有赚钱的功能了，要不你自力更生。”穆婉婉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算了，还是回去吧。”说罢，她便在还在呆住的几人惊诧的目光中，坦然地循着原路返回。穆泽宇刚想上前质问她还回来干什么，不是那么能吗？可刚迈出2步，视线触及地上的大理石碎片，脚步便硬生生止住了。穆良心也停止了啜泣，坐在沙发上，若有所思地盯着穆婉婉的背影。穆婉婉径直回到为原主准备的房间，关上门，立刻开始清点财产。她本以为卡里至少有个1万把块，结果一查，余额显示250。呵，她自嘲地笑了笑，很好，这数字还挺懂内涵。除了学习好，她真的一无是处。她躺在床上喃喃自语：“要不去搞科研，拿个保送。”念头一闪而过，随即被她否决。算了，先睡一觉。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急促的砰砰声将她从睡梦中惊醒。穆婉婉猛地睁开眼，满脸阴沉地起身开门，低吼道：“敲什么敲？赶着投胎吗？”门外，穆仁信一脸铁青，正要开口，却被他不耐烦的一把推开。有话说，有屁放。穆婉婉靠在门框上，浑身散发着起床气。放完我还要睡觉。穆仁信对这个妹妹已然心生畏惧，但还是硬着头皮道：“爸妈找你。”穆婉婉哦了一声，极不情愿地跟着他走了出去。刚到走廊，便看见哭得梨花带雨的穆良心，以及脸色黑如锅底的穆家父母。这一刻，他无比认同妈妈们的话，团宠文里的角色果然都没脑子。林娇娇，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穆母脸色阴沉，率先发难：“我们好心接你回来，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我求你们好心了。”穆婉婉冷冷地反问，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你接我回来，经过我同意了，还是我哭着喊着求你接我回来的？”他轻轻啧了一声，满眼的嘲弄与不屑：“我过得好好的，是你们非要把我接回来，接回来就这样对我，真是倒打一耙。家人们谁懂啊？”他现在真的很想要报警了。你真是要气死我！穆母气得浑身发抖，抬起的手指颤巍巍地指着他，几乎喘不上气。够了！穆父沉声怒喝，眼神里满是压抑的怒火，仿佛下一秒就要动手。穆婉婉却丝毫不惧，反而向前一步，讥讽地勾起唇角：“够了，养不起就别接回来，接回来又在这里惺惺作态，有意思吗？”林娇娇，谁让你这么对爸妈说话的？穆仁信见状，立刻站出来维护：“你的养父母没教过你什么叫尊重长辈？尊重这2个字仿佛一个开关，瞬间点燃了穆婉婉所有的情绪。她猛地冲上前，一把揪住穆仁信的衣领，开始歇斯底里起来：“他们每天对我非打即骂，做不好事就不给饭吃，我连学都上不了，我能活到今天都不容易了，你还跟我谈尊重？你以为我在那边是享福吗？”他疯狂地摇晃着穆仁信，仿佛要将积压了10多年的委屈与愤怒全部倾泻而出。紧接着，他扬手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然后拳打脚踢，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幼兽，疯狂攻击着眼前的人。突如其来的暴力让所有人都惊呆了。穆父穆母回过神，连忙上前试图拉开穆婉婉，却被他一把甩开：“都给我滚开！”他尖叫着：“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些虚伪的人！你们把仇人的女儿当成宝，却把我当成垃圾一样丢在一边，现在还来问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穆婉婉像是找到宣泄口一样，将所有的不满和愤怒都倾泻而出。穆家父母被他的样子吓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穆婉婉如此疯狂的一面。客厅里一片狼藉，穆婉婉终于打累了，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环顾四周，她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异常平静的语气开口：“这样吧，给我100万，我保证从今以后绝不踏入你们的生活半步，我的生死荣辱都跟你们穆家再无瓜葛。”穆父和穆母对视一眼，眼神复杂，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看向一旁瑟瑟发抖的穆良心，心中已然有了决断，只要能送走这个瘟神，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成交！穆父咬了咬牙，像是下定了巨大的决心：“100万我给你，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你和我们穆家再无瓜葛，是死是活都别再来找我们。”好，穆婉婉等的就是这句话，她笑得玩味：“钱到账，我就跟你们去警局，断绝关系的声明也一起写下。不过我得先声明，我这人可是很贵的。”这时，一直沉默的穆良心娇滴滴的开口：“姐姐，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多危险啊，还是再考虑一下吧。”穆婉婉闻言，心里冷笑一声，索性抱起手臂，挑眉看他：“怎么？要不我留下来，继续欣赏你们的家和万事兴？”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像射向穆良心，仿佛在说：“你是不是傻？”穆泽宇最先沉不住气，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要走就赶紧走，别赖在这里，我们
们家不养闲人，钱给你，现在我们就去公安局。穆父也急忙开口，看着他们慌乱的模样，穆婉婉心中冷笑，面上却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慢悠悠地伸出2根手指。哎呀，我想了想，100万好像有点少了。他拖长了调子，眼神狡黠地在他们脸上逡巡，不如200万，毕竟这可是亲情断舍离的世纪大促销呢。你坐地起价。穆田里气得跳脚，指着他的鼻子，你怎么这么不要脸？脸。穆婉婉不屑地轻嗤一声，那是什么东西？多少钱1斤？要不要我送你几斤？要脸吃不着，不要脸吃到饱，这可是人生哲理。他晃了晃那2根手指，200万，1分不能少。我的自由身概不一假，200万，你怎么不去抢？一直扮演柔弱角色的穆良心终于绷不住了，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炸了毛。爸妈的钱是那么好赚的吗？穆婉婉故作惊讶地挑了挑眉，慢条斯理地又伸出了1根手指。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300万更合适了，毕竟抢钱犯法，我这可是合法交易。你穆良心还想再说什么，却被穆田里死死捂住了嘴，生怕他再说出什么火上浇油的话来。穆父深吸一口气，胸膛剧烈起伏，最终像是下定了决心，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300万，现在就走，我们穆家不缺这点钱，成交。穆婉婉笑容灿烂的像个刚刚赢了糖果的孩子。各位，警察局见喽。说完，他潇洒的转身，仿佛要去参加一场盛大的派对，而不是去斩断血脉亲缘。警察局门口，一场荒诞的交易在此上演。随着系统提示音清脆响起，那扇沉重的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隔绝了过去的一切。周一，校门口人来人往。穆婉婉刚踏入校门，一辆奢华的轿车便稳稳停在不远处。车门打开，穆良心踩着精致的高跟鞋缓缓走出，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戏谑与挑衅。哟，这不是被扫地出门的穆大小姐吗？穆良心的声音不大不小，却足以让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楚。怎么断绝关系了还厚着脸皮来学校？是想念我们穆家的赞助费了？穆婉婉脸上绽开一个甜美的笑容，眼中却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星星啊，你这就误会我了。学习的机会如同限量版口红，怎么能浪费呢？不像你家里有矿，学习不慌。他的话音刚落，周围的同学纷纷停下脚步，好奇地望过来。见状，穆婉婉立刻提高了音量，脸上瞬间切换成一副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表情，声音里带上了哭腔。我已经把穆家真千金的位置都让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明明你是报错的假千金，难道连我追求知识的权利都要剥夺吗？我都已经把一切都让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逼我？他说着，竟有要下跪的趋势，渲然欲泣地哀求道：求求你，让我继续读书吧，别逼死我，好不好？这番操作堪称以魔法打败魔法，周围瞬间炸开了锅。天哪，原来传言是真的，穆良心真是个假千金，还这么恶毒，鸠占鹊巢还这么嚣张，把真千金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啧，看来是富贵日子过久了，接受不了自己是拼多多版千金的现实了。议论声如潮水般涌向穆良心，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万万没想到穆婉婉会当众来这么一出，急忙辩解：不是这样的，是他自己跟我爸妈要了300万断绝关系的，根本不是我逼他的。穆婉婉心中冷笑，面上却已是渲然欲泣。他用力眨了眨眼，逼出几滴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那副模样，任谁看了都要心生怜悯。明明是你自己滑倒，却非要说是我推的，家里所有人都偏袒你，我能有什么办法？他声音哽咽，带着无尽的委屈与绝望。我除了离开，还能做什么？这一番表演如同一记重拳，彻底击溃了穆良心的心理防线。这个女人是疯了吗？1个星期前还像个泼妇一样拆家，现在居然在这里扮起了柔弱无辜的小白花。当天，豪门假千金穆良心霸凌真千金，置其愤而断绝关系的八卦，便如插上翅膀般传遍了整个校园。那些平日里就看不惯穆良心作风的女生，纷纷围到穆婉婉身边，义愤填膺地表示会保护她，绝不让她再受欺负。教室里，穆良心看着被众人簇拥的穆婉婉，气得捏着笔的手指关节都已泛白，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恨不得用眼神将那个巧笑嫣然的身影千刀万剐。而穆婉婉则乐得自在，果然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柔柔弱弱地接受了所有人的示好。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1周后的摸底考试成绩公布，整个年级都为之震动。当看到写着穆婉婉年级第1的成绩单贴在公告栏上时，穆良心整个人如遭雷击，僵在原地。他死死盯着那个名字和后面刺眼的分数，脑子里嗡嗡作响，口中喃喃自语：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在他的认知里，穆婉婉就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怎么可能在一所以精英教育闻名的学校里突然就拿了第1？作弊！他一定是作弊了。这个念头如藤蔓般疯长，瞬间占据了他的全部思绪。想到这里，他再也按捺不住，抓起手机，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教师办公室。赵老师，我要举报穆婉婉。他将手机拍在办公桌上，理直气壮：他考试作弊。赵老师，也就是他们的班主任赵雅琪，早已听闻了2个女孩间的风言风语。此刻见穆良心言之凿凿，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严肃地问道：穆同学，凡事要讲证据。我当然有证据。穆良心迅速解锁手机，翻出之前偷拍的穆婉婉故意做错的练习题，这是他刚来我家时做的题目，简单成这样都能错得一塌糊涂。他以前的成绩次次都是倒数第1。赵雅琪接过手机，仔细查看那些布满红叉的照片。单从这份证据来看，穆婉婉考第1确实匪夷所思。他的表情愈发凝重，站起身，声音冰冷：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看着老师离去的背影，穆良心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冷笑：穆婉婉，我看你这次怎么翻身。赵雅琪拿着手机，径直走入喧闹的教室。他锐利的目光扫过全场，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我向来欣赏努力的学生，他们的成就都应是汗水与智慧的结晶。但是他话锋一转，目光如利剑般直刺向穆婉婉：如果这份成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那我们就需要另当别论了。他顿
顿了顿，沉声问道：“穆婉婉，你来解释一下，这个第1名到底是怎么来的？”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穆婉婉坦然回道：“老师，这需要解释什么？我自己考的，难道还是比自己写的吗？”赵雅琪对这个回答显然并不满意，她给了不远处的穆良心一个眼神，后者立刻会意，上前将教室的投影幕布放了下来。下一秒，赵雅琪便将手机连接上多媒体设备，穆良心偷拍的那些布满红叉的练习题被清晰地投射在幕布上，与穆婉婉近乎满分的成绩单形成了荒诞而讽刺的对比。这是你1个月前做的题目。赵雅琪指着幕布，语气愈发严厉：“这么简单的题都能错，你告诉我，这次的满分是怎么考出来的？”全班的目光瞬间从看戏变成了审视。穆婉婉瞥了一眼幕布，随即懒懒地打了个呵欠，轻笑一声，眼神里满是不屑：“老师，一个鸠占鹊巢的人住在我家里，我不想展露锋芒，故意藏拙，难道不是最合理的解释吗？”他说着，目光轻飘飘地扫过一旁的穆良心，眼底的嘲讽不加掩饰。“还是说，赵老师，您觉得单凭1个月前的几道题就能判定一个学生的未来？”穆婉婉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回荡在寂静的教室里。穆良心被这番话激得浑身一颤，再也无法维持旁观的姿态。他猛地从人群中站出来，双目赤红地盯着穆婉婉，声音尖利地嘶吼：“那你倒是证明你没有作弊啊！”穆婉婉闻言，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摇了摇头，那神态仿佛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谁主张谁举证，你指控我，证据就该由你来找，我凭什么要自证清白？你这是强词夺理！”穆良心气的嘴唇都在发抖，他绝不能让事情就这么算了。忽然，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成型，他死死地盯着穆婉婉：“好，你不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吗？那就再考一次，老师们重新出题，就你1个人考，只要你还能拿到第1，我就当着全校的面给你道歉，再赔你1000万。1000万！”穆婉婉的眼睛倏地亮了，她心中算盘打得飞快，表面上却故作沉吟，随即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好啊！”她慢悠悠地开口，“不过我的名誉损失可不止这个价，2000万，少1分都不行。你若是答应，我便考。”话音刚落，满是哗然。疯了吧？他还真敢答应？2000万的赌局，这是什么神仙打架？穆良心此刻已被逼上绝路，他咬着牙发出一声冷笑：“2000万就2000万，但你若是考不到第1呢？”他眼中迸射出恶毒的光：“我要你滚出这所学校，永远不许再出现在我面前，而且是滚着出去。”一言为定。穆婉婉毫不在意地耸耸肩：“我已经录下来了，希望穆大小姐到时候别输不起，哭着耍赖。”他调皮地眨了眨眼，那轻松的姿态瞬间瓦解了穆良心营造的狠厉气场，引得周围一片低低的笑声。考场设在最大的阶梯教室，赵雅琪和几位学科组长亲自监考，气氛肃穆的近乎凝重。穆婉婉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悠然地走进教室。“老师，4个小时太久了。”他将书包随手放在一旁，对着一脸严肃的赵雅琪说：“2个小时足够了。”考试开始的铃声响起，穆婉婉立刻进入了状态。教室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她的思绪如行云流水，下笔如有神助。对她而言，解开这些难题比赚钱有趣多了。当然，如果能顺便赚到2000万，那就更完美了。1个半小时后，在一众监考老师震惊的目光中，穆婉婉放下了笔，她伸了个懒腰，将所有试卷整理好，交了上去，脸上挂着一丝满意的微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2000万在向她招手。考场外，看热闹的学生将门口围得水泄不通，教室内几位老师则以最快的速度批改着试卷。时间1分1秒过去，教室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接着开始响起压抑不住的惊叹和倒吸冷气的声音。终于，物理老师最先忍不住，激动地站了起来，声音因为过度兴奋而微微颤抖：“满分！这套题他竟然是满分！”紧接着，化学老师、数学老师，一位位德高望重的教师纷纷起身，他们交换着难以置信的眼神，最终汇成了一句异口同声的结论：“天才！这绝对是百年难遇的天才！”门外的穆良心听到这声声赞叹，脸色瞬间惨白，他不敢相信地冲了进去，一把抢过老师手中的试卷。物理满分，化学满分，数学全是满分，每一张试卷都干净的找不出一丝错误，解题思路更是精妙的让老师们都自叹不如。他踉跄着后退一步，手中的试卷散落一地。不可能！他失神的喃喃自语，眼中最后一丝光亮也随之熄灭。怎么可能？全科满分？这不可能！全科满分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人群中轰然炸开，瞬间掀起轩然大波。卧槽，满分！这么说上次测验他是故意放水了，就为了不让人抓住把柄？我看啊，就是那个穆良心见不得真千金比他强，才故意栽赃陷害。最离谱的是赵雅琪老师竟然因为穆良心一句话就怀疑自己的学生，真是一言难尽。议论声此起彼伏，像潮水般涌向面如死灰的穆良心。穆婉婉则好整以暇地站在一旁，唇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这场仗他赢得漂亮，一举3得，不仅自证清白，赚了笔意外之财，更重要的是当众撕下了穆良心伪善的面具。此刻的穆良心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仿佛被人硬生生灌了一口苍蝇。他死死地瞪着穆婉婉，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写满了不甘与疯狂。突然，他像失控的野兽般冲到穆婉婉面前，声音因激动而变得尖锐刺耳：“为什么？为什么你能考满分？”穆婉婉懒懒地抬了抬眼皮，那神情仿佛在看一个白痴。“我能考满分，很奇怪吗？”他轻描淡写地反问。“有一种东西叫努力，或许你没听说过，毕竟我可不是那种混日子等毕业的人。”心中暗自得意，这波装的真是满分呀。一旁的老师们听了，看向他的眼神愈发欣赏。就在这时，重点班的班主任陈丽抓住了机会，他走到赵雅琪面前，毫不客气地说道：“
道：“赵老师，无端怀疑一个优秀的学生，是不是太草率了？就凭别人一句话就下定论，未免有失公允。”说完，他转向穆婉婉，目光热切：“穆同学，来我们重点班吧，我保证我们班绝不会有这种乌烟瘴气的事情。”穆婉婉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却并未立刻答应。“谢谢您的厚爱，陈老师，但在那之前，我还有点私事需要解决。”他的目光缓缓移向穆良心，声音不大，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2000万，以及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嫉妒我、诬陷我，然后向我道歉。”穆良心脸色铁青，身体因愤怒而微微颤抖，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只能不情不愿地从包里掏出支票本，飞快地写下一串数字：“钱给你，道歉，你做梦。”穆婉婉接过支票，轻蔑的一笑：“不道歉也行。”但是话音未落，他猛地抬手，清脆的2声啪啪响彻整个教室。“你这小脸挺好看的，就是脸皮厚了点，要是薄一点就更好看了。”所有人都愣住了，穆婉婉却像没事人一样，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掌，对着穆良心红肿的脸颊啧啧称奇：“你这脸皮可真够厚的，打得我手都疼了。”做完这一切，他才施然地转向目瞪口呆的赵雅琪老师，语气一本正经：“赵老师，您之前的怀疑对我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所以我决定接受陈老师的邀请，转去重点班疗伤。”赵雅琪的脸色瞬间一阵青一阵白。穆良心当众被打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飞到了穆田里的耳中。第3节下课铃声响起，他就气势汹汹地冲到重点班教室门口，一脚踹开门，对着里面大吼：“穆婉婉，你给老子滚出来！谁给你的胆子欺负星星？”他身后，穆良心双眼红肿，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装模作样道：“哥哥，你别怪姐姐，都是我的错。”教室里的穆婉婉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眼看着门口上演的这出兄妹情深的闹剧，心中暗自好笑。班里的同学却看不下去了，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真有意思，明明是他自己诬陷别人作弊，赌输了不认账，现在还有脸来装可怜，就是说好的当众道歉呢，现在倒成了恶人先告状了。这些议论一字不落地传进穆田里的耳朵里，他动作一顿，紧锁着眉头走进教室，厉声问道：“你们在说什么作弊？到底怎么回事？”一个胆大的男生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复述了一遍。穆田里听完，彻底愣住了，他不可思议地看向依旧埋头看书的穆婉婉，脱口而出：“你考了全年级第一。”穆婉婉终于舍得从书中抬起头，眼神淡漠地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我不是第一，难道你是？要发疯等放学，别在这里打扰大家学习。”说完，他便再次低下头，仿佛多看他一眼都是浪费时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穆田里这次竟没有暴怒，他深深地看了穆婉婉一眼，眼神复杂难辨，随即一言不发地拉着还在抽泣的穆良心，转身走出了教室。这反常的举动让穆婉婉都不禁挑了挑眉，这人居然没继续狗叫。离开教室之后，穆田里带着探究的目光看向了穆良心，那些人说的是真的吗？作为学院本部大学的高材生，他深知那所谓的第一代表着何等的实力和荣耀。穆良心感受到了穆田里不善的目光，心中一紧：“哥，你这是不相信我吗？我都被打了，你居然还怀疑我！”话音刚落，他转身就跑。穆田里没有追上去，而是径直去找了校长。当他从校长口中确认穆婉婉是以满分的成绩夺得第一时，那张素来平静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满分？”他重复了一遍，语气里满是难以置信。这个贵族学院藏龙卧虎，教学难度全国顶尖，就算是他们兄弟3人，也从未触及过这个高度。没错，校长提起穆婉婉，满是欣赏与赞叹，这孩子是真正的天才。穆田里沉默了，他走出办公室，心中翻江倒海。一个被穆家视为耻辱、被放弃的女儿，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学术天才。这荒谬的现实让他第一次对自己和家族的判断产生了动摇。放学时分，穆婉婉刚走到校门口，就被一道身影拦住了去路。他抬眸看着眼前神情复杂的穆田里，不耐烦地挑了挑眉：“有事？”穆田里的目光紧锁着他，像是要从他漫不经心的脸上找出答案。他无法理解，拥有这样的才华，为何要藏匿至今？这不合逻辑。他攥了攥拳，语气中带着一丝压抑的质问：“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说什么？”穆婉婉抱着手臂，唇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说我成绩好，然后呢，让你给我颁个奖。你说了，爸妈就不会把你赶出家门。”穆田里几乎是脱口而出。穆婉婉闻言，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上下打量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你脑子是不是有病？我稀罕那个家。”他轻蔑一笑，字字诛心，拿着钱逍遥快活，不比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受气香吗？别在这里恶心我了。说完，他径直推开僵在原地的穆田里，大步离去，留下穆田里一个人在原地，脸色青白交加，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全然藐视的滋味。回到公寓，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刚好送达，穆婉婉迫不及待地开机，指尖在键盘上轻快敲击，利用系统辅助，迅速锁定了穆田里所在的大学部实验项目。当芯片领域前沿研究几个字映入眼帘时，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真巧，这不正是我的强项吗？他轻笑一声。那些年陪在母亲身边，除了学习，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跟着母亲在实验室里拆解和重组那些精密的高科技玩意儿。回忆与灵感交织，一篇关于芯片架构优化的论文一挥而就。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论文投递给了学校的实验组。第二天，大学部的实验组长竟亲自找来了高中部。穆婉婉学妹，你的论文我们看过了，见解非常深刻。组长激动地握住她的手，只是其中几个技术节点我们还想不通，为了项目能有所突破，我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们。这正是穆婉婉等待的结果，她毫不意外地答应了。
实验室里，一群名校高材生正对着一台精密仪器愁眉不展。当组长带着一个穿着高中校服的女生进来时，所有人都愣住了。穆田里也在其中。当他看清来人是穆婉婉时，眉头瞬间锁紧。然而，穆婉婉无视了所有探究的目光，径直走向那台核心机器。她的手指在复杂的控制面板上飞舞，没有丝毫犹豫。参数调整、线路重构，那些让整个团队头疼的难题，在她手中仿佛变成了最简单的积木游戏。不到半个小时，当他摊开手掌时，一枚比指甲盖还小的芯片正静静地躺在他掌心，比团队耗费数周研制出的样品还要精巧数倍。整个实验室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穆田里的好友用手肘撞了撞他，压低声音调侃道：“喂，阿里，听说这才是你们家真正的千金，你们家是真舍得啊，把这么一个怪物级的天才给丢在外面。”闭嘴！穆田里烦躁地低喝一声，但视线却像被磁石吸住一般，死死地定在穆婉婉和他手中的那枚芯片上。紧接着，性能测试结果出来了。当屏幕上显示出那条飙升的数据曲线时，人群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穆婉婉制作的芯片，其运算速度不仅追平了国外顶尖技术，在能耗和稳定性上甚至更胜一筹。穆婉婉，你简直是个天才！组长冷毅然看着他的眼神，已经从欣赏变成了狂热的崇拜。面对众人的赞誉，穆婉婉只是浅浅一笑，云淡风轻的回应：“没什么，我只是平时喜欢自己瞎研究罢了。”这番轻描淡写，却让一旁的穆田里心头巨震。他脸色复杂的走上前，声音有些沙哑：“你是故意的？”穆婉婉闻言，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笑话，他抬手掩唇，眼中却闪烁着狡黠的光。他眨了眨眼，无辜地望向穆田里：“学长，这话从何说起？你们实验室3天前才发布项目求助帖，我可是1个星期前就离开了穆家，难道我还能未卜先知不成？”他的语气天真，眼神却锐利如刀，直刺穆田里脆弱的自尊。还是说，他微微轻声，声音里带着几分恶作剧般的笑意：“你能坦然接受穆良心是个平庸的废物，却无法接受我是个真正的天才？”穆田里的瞳孔骤然一缩，他从那双清澈的眼眸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愤怒或在乎，只有纯粹的居高临下的戏谑，仿佛穆家于他不过是路边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子。他无力反驳，也无法承受。就在他转身想要逃离这令人窒息的实验室时，身后传来了投资人兴奋的声音，以及穆婉婉那清晰而从容的宣告：“各位学长！”他拿着刚刚签署的投资意向书，笑意盈盈地对着整个团队：“为了促进学术进步，这项技术的核心资料，我很乐意公开分享。至于这个专利……”他顿了顿，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僵在门口的穆田里，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那一刻，穆田里感觉自己被无形地定在了原地，所有骄傲和努力，在他轻描淡写的几句话间被碾得粉碎。穆家大宅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夕，他一定是偷了我们的实验成果。穆仁信第一个拍而起，他绝不相信那个被他们鄙弃的女人能有如此能耐。没错，他之前为什么不展露出来？分明是心机深沉。穆父脸色铁青，家族的颜面在他眼中比什么都重要。角落里，穆良心紧紧地咬着下唇，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极度的火焰灼烧着他的内心。为什么那个乡巴佬凭什么拥有一切？一片嘈杂的质疑声中，只有穆田里异常沉默。他缓缓从沙发上站起，环视着一张张因愤怒和不甘而扭曲的脸，声音平静得近乎冷酷：“你们都错了。”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陈述着那个他亲眼所见的残酷的事实。那项技术是他在我们所有人面前亲手完成的，那是他一个人的成果，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穆家。满室的喧嚣戛然而止，而且穆田里投下了最后一枚重磅炸弹，他申请的这项专利已有国家级项目跟进，初步估值30亿。如果我们穆家的企业想用，一样要付费30亿。穆母失声尖叫，这个数字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每个穆家人的脸上。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端，穆婉婉正悠闲地坐在公寓的落地窗前，品着奶茶。她面前的虚拟屏幕上正实时直播着穆家大宅里的一切，看着那些人从高傲到震惊，再到气急败坏的模样，她嘴角的笑意愈发惬意。就在这时，屏幕一角，她的智能助手萌萌弹出了新的提示：宿主检测到穆仁信的医疗研究与穆田里的航天科技项目均已陷入技术瓶颈。穆婉婉放下奶茶，指尖轻点，2份充满了红色错误标记的复杂报告瞬间展开。这2个领域恰好也是她曾经为了母亲的病和兴趣深入钻研过的。她看着屏幕上那2个焦头烂额的天才哥哥，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复仇怎么能只在一个领域进行呢？她关掉穆家的监控画面，随手打开一个空白文档，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重新开始跃动。这一次，一份直指穆仁信研究核心谬误的解决方案正在被他轻松地构建出来。就在穆仁信对着电脑屏幕彻夜难眠时，他的双胞胎弟弟穆泽宇也收到了一份足以颠覆他整个研究生涯的礼物，一份来自匿名邮箱的航天科技创新方案。方案不仅精准地破解了他困扰数月的技术瓶颈，更以一种他闻所未闻的超前理论，为他未来的研究铺开了一条康庄大道。他瞪大了眼睛，手指颤抖地划过屏幕，反复确认着每一个数据和公式。震撼、狂喜，最终都化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份方案的背后与穆仁信收到的那份指向了同一个人。当这个猜测在穆家兄弟间得到证实后，整个穆家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那个被他们弃如敝履的妹妹，如今正以一种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企及的方式，遥遥领先于他们所有人。所以，当穆家3兄弟齐刷刷地堵在学校门口时，穆婉婉连眼皮都没多抬一下。哟，3位大少爷，今天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他勾起唇角，语气里满是毫不掩饰的戏谑：“有事儿等我放学再说，不过得看我心情。”说完，他转身欲走，却被穆仁信一把拦下。穆婉婉，你别装傻。穆仁信眉头紧锁，眼神锐利：“你把那些资料发给我们，不就是想看我们笑话吗？”笑话？穆婉婉故作惊讶地眨了眨眼，随即恍然大悟般的轻笑出声：“哎呀，学长你误会了，我只是单纯觉得国家那些宝贵的科研经费，与其浪费在你们这些研究不出成果的人身上，不如拨给我这种真正有需要也有能力的优秀学生，你说对吗？”一句话
精准地戳中了三人的痛处。穆田里气得满脸通红，却找不到任何反驳的词语。怎么？我说的不对？穆婉婉环视着他们，啧啧两声，拿着家里的钱，占着最好的资源，结果呢？成天研究瓶颈，要我说，你们本身就是科研界最大的瓶颈。穆田里终于忍无可忍，他阴沉着脸质问道：“你既然有这个本事，当初为什么不说？非要脱离了穆家才显摆？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早说！”穆婉婉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她翻了个优雅的白眼。我说了，你们会信吗？你们会听吗？她逼近一步，目光直视着穆田里。况且我早就不是穆家人了，你们现在跑来找我，是想让我回去继续给你们那个宝贝妹妹当垫脚石，给你们穆家脸上贴金吗？一连串的反问，如同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抽得穆家三兄弟哑口无言。行了，别在这儿浪费我时间。穆婉婉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台湾看了看表，跟你们扯淡这3分钟，我又少构思了一个价值1000万的专利，去找你们的未来之星穆良心吧，我这个过客就不奉陪了。话音未落，他已潇洒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去，只留下一个决绝而高傲的背影。站住！穆田里怒吼着想追上去，却被穆仁信死死拽住。够了，田里！穆仁信的声音异常冷静，目光却死死地锁着穆婉婉远去的方向，复杂难明。你现在追上去，是想让他再羞辱我们一次吗？穆田里挣扎着，不甘地低吼：“大哥，他太嚣张了。”所以呢？穆仁信松开手，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嘲：“嚣张是因为他有资本，而我们现在连跟他对峙的底气都没有。”他整理了一下被弟弟抓皱的衣领，转身走向校门，声音里透着前所未有的疲惫与决断：“先回家，这件事必须从长计议。”不远处，教学楼的拐角，穆良心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看着哥哥们落败的背影，又想起如今在学校里被众星捧月，各大名校争相抛出橄榄枝的穆婉婉，嫉妒与恐慌像毒藤一样缠住了他的心脏。穆婉婉拒绝了所有保送名额，理由轻描淡写的令人发指：“我享受的是解题的过程，至于去哪所大学，结果都一样。”这种云淡风轻的凡尔赛，在穆良心听来却是最尖锐的刺。因为上次专利的事情，他在学校本就尴尬的处境雪上加霜。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朋友们，如今都用一种夹杂着同情与嘲讽的目光看他。他骄傲的姓氏林，第一次没能给他带来光环，反而成了一个笑话的注脚。在穆家，他早已被孤立；而在学校，这种孤立变得更加赤裸和残忍。曾经簇拥着他的朋友们，如今都心照不宣地绕着他走，窃窃私语的目光总是在他背后交汇，讨论着同一个名字穆婉婉。就连他的亲哥哥们，如今的谈资也全被那个他们曾经最瞧不起的人占据。穆良心坐在教室的角落，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尖锐的疼痛也无法压下心头翻涌的恨意。他死死盯着手机屏幕上那张扬着自信笑容的脸，那张本该属于他却被穆婉婉夺走一切的脸。嫉妒和恐慌烧毁了他最后一丝理智，他颤抖着点开一个匿名的加密群聊，将那张照片发了出去，眼神怨毒地敲下一行字：谁能让他永远消失，我给3000万。群里瞬间炸开了锅，3000万的诱惑足以让任何人疯狂。不等他们消化，穆良心又补上了一句致命的筹码：事成之后，我保证你们能安全出国，下半辈子高枕无忧。于是当晚，穆婉婉在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被一群不怀好意的男人堵住了。这是一条穆良心精心挑选的死巷，没有监控，是城市里滋生罪恶的完美温床。为首的男人搓着手，脸上是猥琐又贪婪的笑容：小妹妹，你说你惹谁不好，偏偏惹了我们的金主，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我们了。穆婉婉扫了一眼周围，确实干净的连个摄像头的反光都没有。她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活动了一下手腕，发出清脆的骨节声响。她勾起一抹冷冽的笑，语气却轻松的像在聊天：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体验一下什么叫毕生难忘了。哈哈，小牛还挺辣，兄弟们，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人群中一声哄笑，所有人带着不怀好意的表情逼近。然而下一秒，他们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穆婉婉不知从何处抽出了一根泛着金属冷光的棒球棍，那近1.5米的长度和纯钢的质感，带着一股蛮不讲理的压迫感。纯钢的，一棍子下去，保证粉碎性骨折。他轻描淡写的宣告：谁想第一个来试试？不等那群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穆婉婉已经动了。他没有丝毫犹豫，身影如鬼魅般冲入人群，手中的钢棍划破空气，带着呼啸的风声，精准而凶狠地砸在第一个冲上来的人的膝盖上。咔嚓，骨头碎裂的声音清晰的令人头皮发麻，紧随其后的是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凄厉的哀嚎仿佛是一个信号，巷子里瞬间乱作一团。穆婉婉的身影在混乱中穿梭，手中的钢棍每一次挥舞都伴随着沉闷的击打声和骨头断裂的脆响。他下手极重，专挑最疼也最能让人丧失行动力的地方，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多余的花哨，每一击都充满了毁灭性的力量。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打手们，此刻如同被割倒的麦子，一片片的倒下，巷子里只剩下此起彼伏的痛苦呻吟。这他妈是女人？穆良心没说她是个怪物啊！跑，快跑！眼看形势急转直下，幸存的几人彻底被恐惧吞噬，转身想跑，却被穆婉婉一脚一个踹翻在地，然后像领小鸡一样将那个为首的男人拽了起来。祖宗，姑奶奶，我们错了！那男人吓得涕泪横流，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是穆良心，是他让我们来的。他说只要把你解决掉，就给我们3000万，还送我们出国。穆婉婉冷哼一声，掏出手机，打开了录像功能，冰冷的屏幕光照亮了男人惊恐万状的脸，空口无凭。他的声音平静的可怕，证据呢？有。男人如蒙大赦，急忙解锁自己的手机，调出与穆良心的聊天记录截图。穆婉婉满意的录下了一切，收起手机，看都没看地上那群半死不活的人，转身朝巷口走去。走出阴暗的小巷，他脸上的冰冷瞬间褪去，取
而代之的是一抹玩味的笑意。此刻，穆家的客厅里气氛压抑的几乎要凝固。穆母得知穆婉婉被个大名校疯抢的消息后，再也无法维持贵妇的体面。她瞪着穆父，声音尖锐而刻薄：“看看，现在看到了吗？当初你要是听我的，不把娇娇赶出去，我们穆家能损失这么多。”穆父被戳到痛处，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满脸怒容：“你还有脸说我？当初把她送走，你不是第一个点头的吗？现在知道后悔了，晚了。”穆良心坐在沙发上，听着父母为另一个女孩的未来而激烈争吵，感觉自己像一个多余的、可笑的局外人。他曾经笃定穆婉婉不过是阴沟里的老鼠，就算爬回了地面，也永远翻不起风浪。然而现实这记耳光扇得他眼冒金星。不过没关系，穆良心勾起一抹淬毒的冷笑，只要今晚一过，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穆婉婉了。到那时，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到原来的轨道。想到这里，他几乎要控制不住嘴角的笑意。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客厅里的挂钟滴答作响，像是在嘲笑他的焦灼。他预想中的好消息迟迟未到，心底的不安如藤万般疯长。就在这时，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穆家那扇价值不菲的雕花实木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飞，轰然倒地。漫天烟尘中，一个瘦削却挺拔的身影逆光而立，肩上扛着一根泛着冷光的钢制棒球棍，嘴角挂着戏谑而危险的笑。是穆婉婉。他踩着倒地的大门走了进来，脚下的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像极了在场众人瞬间停止的心跳。呀，都在呢！穆婉婉环视了一圈客厅里呆若木鸡的众人，笑容越发灿烂。正好，省得我一个一个通知了。他最后将目光锁定在沙发上脸色惨白的穆良心身上，歪了歪头，语气天真又残忍：“小良心，我来找你算账喽。”穆良心浑身血液仿佛瞬间冻结。为什么他还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那群人呢？那3000万呢？你怎么会？恐惧让他的声音变了调。听说你花钱雇人想教训我。穆婉婉一步步走近，手中的棒球棍在光洁的地板上拖出一道刺耳的划痕。可惜你的钱好像白花了呢。恐惧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穆良心的喉咙，他想逃，双腿却像灌了铅，动弹不得。客厅里的其他人同样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景象震慑住了，一时间竟无人敢动。穆父最先反应过来，尽管内心同样震惊，但身为家主的尊严让他无法容忍这种挑衅。他脸色铁青，厉声喝道：“穆婉婉，谁允许你进来的？滚出去！滚！”穆婉婉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她停下脚步，侧过头看向穆父，眼神里满是不耐烦：“我不是说了吗？我是来算账的。”话音未落，他身形一闪，瞬间就到了穆良心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硬生生将他从沙发上提了起来。那根令人胆寒的棒球棍就横在穆良心的脖颈旁，冰冷的触感让他止不住的颤抖。一向将穆良心护在身后的穆家三兄弟，此刻看着那根能轻易敲碎骨头的钢棍，竟无一人敢上前。穆仁信心急如焚，试图缓和气氛：“婉婉，有话好好。”闭嘴！穆婉婉头也不回，一声厉喝如冰锥刺入他耳中，瞬间将他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他收紧手指，将穆良心的脸拉到自己眼前，鼻尖几乎要碰到一起。那双曾经澄澈的眼睛，此刻只剩下冰冷的审视和浓重的嘲讽。穆良心，我都滚出穆家了，你怎么还跟条疯狗似的追着咬？是我挡了你的路，还是你天生犯贱？离了我就活不了。他说着，抬手轻轻拍了拍穆良心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脸，动作轻佻，眼神却愈发冰冷。还是说你自卑了？穆婉婉的嘴角勾起一个残忍的弧度，嫉妒我拥有你就算鸠占鹊巢18年也永远得不到的东西。话音刚落，那只轻抚的手猛然扬起，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狠狠甩在穆良心脸上，啪！穆良心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被扇飞出去，狼狈地摔在昂贵的地毯上，嘴角迅速渗出血丝。欣欣！穆家众人惊呼一声，下意识就要上前，却被穆婉婉一个杀气腾腾的眼神定在原地。谁敢动，下一个就是他。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狠厉，让整个客厅的空气都为之凝固。穆良心捂着瞬间红肿的脸颊，终于从极致的震惊和羞辱中回过神，他手脚并用地向后退，声音尖利地嘶喊：“林娇娇，你疯了！杀人是犯法的！”穆婉婉挑了挑眉，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原来你也知道杀人犯法。他一步步逼近，高跟鞋踩在地板上，每一下都像是敲在穆良心的心脏上。那你花3000万买我的命时，怎么没想起来？穆良心的瞳孔骤然紧缩，他拼命摇头，声音因恐惧而颤抖。我没有，我只是让他们给你一点教训。教训？穆婉婉冷笑一声，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在我车上动手脚，找人在废弃工厂堵我，这也是教训？穆良心，你当我是傻子吗？眼看局面彻底失控，穆父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镇定，他指着穆婉婉，声色俱厉的咆哮：“林娇娇，你不要太过分了，这里毕竟是穆家。”然而，这最后的权威威胁对穆婉婉而言却轻如鸿毛。穆家，他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仰头发出一阵清脆而冰冷的笑声。你以为我还稀罕这个地方？他笑声一收，眼神骤然变得锐利。我今天来只是讨债。穆母站在一旁，脸色煞白，看着眼前2个女儿，内心天人交战。他嘴唇嗫嚅着，终于鼓起勇气，试探性的开口：“婉婉，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误会？穆婉婉的目光扫过他，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穆父见状，狠狠瞪了妻子一眼，一把将她拉到身后，自己则掏出手机，对准穆婉婉，作为最后的通牒：“你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告你私闯民宅，蓄意伤人。”出乎所有人意料，穆婉婉非但没有畏惧，反而玩味地勾起了嘴角。好啊，你报。他甚至往前走了一步，迎向手机的镜头，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正好，我这儿有些趣闻，也想请警察先生们一起欣赏。
他这有恃无恐的态度让木父心头一沉，但箭在弦上，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按拨号键。然而他的手指还未落下，不要！一声尖叫划破长空，木良心竟像疯了一样从地上爬起来，猛地冲过去，一把将木父手中的手机拍飞，手机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重重摔在地上，屏幕瞬间碎裂。不要报警，爸，求你不要报警！他死死抓住父亲的胳膊，声音里是无法掩饰的恐慌。木父彻底愣住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一向引以为傲、乖巧懂事的养女，喉咙干涩地挤出2个字：喂，什么？木良心垂下头，浑身抖如筛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不敢说。木婉婉莞尔一笑，慢条斯理地拿出自己的手机，指尖在屏幕上轻轻一点，没关系，我替你说。下一秒，一段清晰的录音从手机里传出，在死寂的客厅中回荡。是木良心小姐，她给了我们3000万，让我们处理掉木婉婉。那粗嘎的男声，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木家人的心上。录音里，那些人详细地招供了木良心如何联系他们，如何支付定金，如何计划意外的全过程。真相以一种最丑陋、最残忍的方式被血淋淋地撕开。木父和木母面如死灰，踉跄着后退一步，难以置信地看着地上那个他们疼爱了18年的女孩。木家3兄弟脸上的愤怒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震惊、迷茫与一丝丝被欺骗的屈辱。爸爸，你相信我，我是有苦衷的，我不是故意的，你听我解释。木良心彻底崩溃了，语无伦次地辩解着。木婉婉却像看腻了一场无聊的戏剧，打了个哈欠，收起手机。好了，我的账算完了。他转身，姿态潇洒地准备离开，剩下的是你们的家事。哦，对了，他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补充了一句：这份录音我会给警方也送一份备份。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要！身后传来木良心绝望的哀嚎，他再也顾不上任何颜面，直接跪在地上，手脚并用地爬向木婉婉，死死抱住她的腿。姐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再也不敢了。